今天超级开心啊！前段时间我不是刚面试那个阿鲁拜托嘛，面试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没有要我啊，最后有一家那个特别亚萨系的那一家拉面馆，他要了我。拉面店，我再去试一下。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ではまだアルバイトを募集していますか？面接予約って言いますか？はい、こちらですか？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失礼します。我最想去的就是那家拉面馆，因为我感觉那里面的人就是对外国人的包容性特别强，还有那个店长，还有店员，他们特别的亚萨西，就是特别的友善。没想到梦想成真了，我当时还在想啊，一定要过呀，一定要过呀。我当时还想着啊，我干脆放弃底线好了。本来我预算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啊，下午都可以。后面我想了一下，如果是这么好的一个工作氛围的话，那么星期天也可以，就算是让我平时更新频率慢一点点，然后就是再把这个时间重新挤一下，给大家去拍素材也可以哪怕每一周这个时间以他们的为准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我感觉都行。我已经做到这种没有底线的这种程度了。我当时是这么给他们发消息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是这样跟那个店长说，我说もしこの店ならいつでも大丈夫です。授業以外の時間全部大丈夫です。とてもいい雰囲気ですから。我当时这样说的然后那个店长也很开心嘛。所以说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如果去面试可以多说一些好话。如果你觉得这家店真的很好的话，你就可以多说一些好话。你说这家店的氛围特别好，真的一定要给我录用等等，类似这种话，我感觉很好真的很有帮助。那家店只有日本人，没想到就录用了我这个中国人。是一家很小的店，实际上我上一期视频也跟大家说了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面试的时候，尽量找那种门面比较小的就不是特别忙的那种店尤其是那种快餐店，尽量少找吧。我说实话，我今天去的那家拉面店兼职和之前去的那个日高屋相比，简直是没法比。我只能说，日高屋狗都不去。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我在店里的一个经历。首先，店长是让我10点半到店里面，然后店长也差不多是10点半左右，10点28左右到了店里面。我提前了大概5分钟过去，然后他们是11点开始营业，早上11点，所以说他的一个准备工作实际上就只有30分钟，他只需要准备30分钟，所以说各种过程没有那么的复杂。你像在那些快餐店或者是说类似于我之前去的那种日高屋等等，它那个准备工作就要很复杂很麻烦，要浪费很多时间，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他在店里面早上在12点之前都一点都不忙，就完全没什么人。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内，店长可以一点点的教你，然后你的日语不好，他会放慢语速特别亚萨西，真的特别好，而且全程是敬语等等，太棒了。我之前去日高屋的时候，那是只教一遍，在晚上的时候教一遍，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你不会干，那你就去刷盘子洗碗，然后等等，类似这种感觉，就是相当于你一上岗你就得会。但是在这个拉面馆，这个小拉面馆，店长一点点教你，人特别多的时候，他是让我站在旁边看学。但是在日高屋的时候，人特别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去刷盘子吧，你什么都不要干了，你就刷盘子，需要你立刻的就是产出那种价值，特别感觉相比起来真的是完全没法比。然后现在在这家店里面，一共是7个员工，加上我本来是6个员工嘛，听店长说的。今天去的时候是店长和一个樱花妹，那樱花妹我现在还没有跟她过多的去聊天，但是也特别的亚萨西估计是大学生可能性比较高一点，然后她估计是白班比较多吧。等未来如果说混熟了可以给大家去试着去约对方出来玩，然后一起拍素材等等，类似于这种。还有就是我准备等跟那个店长还有店里面的员工混熟了之后，后面自己不上班的时候抽一天时间去店里面去给大家拍一下店里的一个环境还有氛围，真的很期待。我下一次上班在15号左右
因为现在是那个暑假，所以说他也能给我安排这个早班啊。如果是那个正常的其他时间，我是下午上课，那么我只能下午5点以后才能去上班了。估计后面大部分是夜班为主吧。那家店是早上11点一直到晚上2点左右关门啊，应该是这样子。它主打的是那种乌冬面，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菜单。现在对于我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记这些菜单的名字等等。好的，大概就是这些。大家可以看到，在日本这边拉面价格还是蛮贵的，对吧？相对于国内来说啊，国内一碗拉面或者是说一碗这个粉啊，它大概的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0多块钱。啊，顶天了可能也就18到20左右，但是在日本这边基本上都是40以上的啊，甚至贵的有100的左右啊，真的很夸张。最后还是想跟大家总结一个结论，就是啊，大家不用害怕这个面试啊，尤其是这种アルバイト啊，面试这种料理店啊、便利店啊什么等等，他不要你，那你就继续接着面啊，没关系，反正就越面越自信，拒绝你的又不是这一家。啊，再多一家也无所谓了，就抱着这种心态去。但是去面试的时候尽量重视一点，就是啊，不要太吊儿郎当的。你可以自信，但不能太不重视的那种感觉。像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便利店嘛，啊，然后当时是没有带履历书等等，然后就被别人误会特别不重视等等，尽量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其他的都还好，就自信一点，就厚脸皮啊，就不断的去面，只要没有录用，你就继续面，继续面。我感觉抱着这种心态是一定能找到一家还不错的。这家店工作的一个工作强度和之前的那个日高屋相比，我只能说这家店简直就跟玩一样，每一天都想着去上班那种感觉啊！因为它这边没有特别多的规矩，你知道吗？首先你刚进去的时候，它的门店就不是特别大嘛，然后你就早上帮忙这个擦一下桌子，把这个卫生啊前30分钟准备工作做完啊，可能来货了帮忙拆一下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啊。还有接着就是简单学习一下怎么做这些乌冬面啊，它乌冬面一共菜单里面的品种好像就20种不到吧，大概10多种，反正你每天就一点点去尝试，我估计很快也能学会。实际上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他店里面都是日本人嘛，而且都是那种特别亚萨系的日本人啊，他店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你平时上班的话，你就自己穿一条黑色衣服就行了，穿一条黑色衣服，外面挂一个那个围兜啊，就可以开始上班了。然后打个卡，你像之前在日高屋，哎呀，全身换那种衣服、裤子什么的，戴着那个帽子都很丑，就，哎，我都很难形容，就太麻烦了。然后在这种店，它规矩没那么多嘛，你平时人少的时候，你还可以跟这个日本人去唠嗑、去聊天，哎，就很有意思。那个我第一天刚去的时候，那个店长让我跟那个樱花妹打招呼，他说，他叫亚麻大桑啊，你也可以直接叫他叫亚麻达。亚麻达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山田啊，说明他的那个姓是山田，后面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那个店长跟我开玩笑说，你直接叫他亚麻达就行了，然后他显得可能更亲切一点，就特别有意思。哎呀，我真的感觉每天都想去上班，就感觉很轻松，你知道吗？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开心的笑容，就知道我觉得我这个最近能够被这家店录上，我就感觉哎，好像好日子要来了，你知道吗？之前就感觉没有兼职，然后或者是说去了那种氛围特别差的那种地方，就每天很辛苦，然后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太好的那种地方，去上班的时候就很痛苦啊。如果你没有上班的时候，你又感觉经济压力太大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去了一家这个氛围特别好的店，就超级开心，真的超级开心。我知道肯定会有水友问我这个头发怎么变那么短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没钱，然后自己随便剪了一下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很丑的话，就将就一下，随便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能大概1个多月就长起来了，而且有些时候觉得这个短头发又不需要刻意的去打理，也看起来精神一点，就挺好。好的，那么本期视频主要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